嗯，来吧。先喝一杯。那过去你父亲有早上练功以后，他就请我们来喝茶、吃早餐什么的，谈书。就希望我们可以保留那个有一点的那个精神那个习惯。这个几乎就是以前那个传统的翻版，那我们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延续下去。谈谈他以前传下来的东西。就像我们原来规划，这是第一次谈那个速度。速度。我从我爸爸洪义祥那边得到的概念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说速度在武术当中，尤其在格斗当中，它不是那种竞赛场上那种绝对数字。它讲的是相对速度。就是说我只要能够比对方快一点点，不管是防守还是攻击，那我赢的机会就会比较大。那更重要的是说，人体的速度、人体的结构大致都一样，你的快跟我的快会有一点差异，但是差异有限。当快到一个程度，要再上去就很困难。那如果快到一个极点，打更快就不行了，就对，有一个极限。不管总是我们的肌肉的结构、骨骼的结构上到一个程度以后，也许你会比我快，但是总是到一个极限就上不上去了，而且况且那样的比也没有意思。那关键在于相对的速度。比如说你攻击我的时候，那我能够早0.1秒、0.2秒做适当的防守，那你这个攻击就无效。那反过来说，如果我的攻击能够快于你的防守0.1秒，那么我可能就赢。这就是相对的概念。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，左右这个速度的不单只是我们物理性的原理，还有一些心理性的原理。所以说一般来讲，你攻击我，我攻击你，你攻击我，我防守，那你加1打我用1的速度还你，那1加1减1等于0。你攻击我，我防守就化掉了。那又回到原来的那个原点。那怎么样才能够在这样的攻击防守当中翻转？你攻击我，你攻击我，我能够把它防守掉；我攻击你，你防不掉。这就是要用到刚刚讲的那个相对的速度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要从一个防守动作跟下一个还击动作这两个动作当中，去寻找一些他们共用的动作，重叠共用的。比如说我防守回来的时候，跟我攻击出去的时候，这个部分中间这一段，我可以把它合并过来。所以一个攻击动作加一个防守动作，通常是等于2。那如果我能够把它变成1.05的话，甚至合并成1，那么你可以防守的那个机会就更少。就像我们蹦拳跨过去，他进来的手再打他拦截，从那个地方再往前，从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基点，你的距离就少1半。本来你跟我的距离是这么长，但是假如我攻击过去，就照你刚才讲，对，你跟我的距离变成从这里要砍到这里，减了1半。所以如何从这种两个隔离的人当中寻找一个中距赛，
那这个中继站就变成一个攻击的一个点，中继站就是中间的一个点，middle way，middle island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那刚刚我讲的是说，我第一个是从我自己下手，还不谈到队伍。我第一个就是说我在防守的过程中，我在做这个防守的时候，我也可以这样做，但是我没有扭动我的身体，我并没有为我下一个动作做准备，假如我这样做的话，我已经把下个动作准备动作已经准备好，我就可以扣掉半个动作，这就刚刚讲的那种1+1，一个攻击动作加一个防守动作，所以你的就减一半，防身动作出生你的同时产生，同时制造出一个缓解的环境，让我可以更方便、更有效的攻击你。那你刚刚讲的那个点非常好，就是说我们两个的距离，本来比如说是1，但是我刚刚打过去的时候，你从这里拦截，你从这里拦截的时候，从这里开始算，到这里，对，只剩下一半而已。所以你刚刚讲说你打过去有再加力，对，那这个就在现实的距离上面影响，那这是第二种影响的状况。第一个是说我自己本身在做动作的时候，我把攻击动作跟防守动作连接在一起，尽量使它变成同一个动作。这就是套一句现成的那个武术专用的术语，叫消打并用。消就是防守，打就是攻击。我可以把一个攻击动作跟防守动作合并在一起。那另外刚刚讲的就是说，你刚刚讲就是说如何有效把我们两个人的距离缩短。那距离缩短一半的话，在速度不变的原则之下，你只需要一半的时间。因为减一半了嘛。那这种无形中就加快1倍。如果把它换成速度，加快1倍。这是第三种状况。那当然武术的状况不是那么数学化的，就是它还有一些人体的问题。如果我在防守的过程中，我能够稍微把你引过来，比如说我这样吸进去，对，那是不是又短了一点点？那可能变成1/4的距离。所以像我们转圈那个。拉回来，一个拉一个打，对，去消打。那一般大家看到就是那个打，但是忽略了这个消的动作。曾经洪老师有说，那个意就在后手下手。对，形意拳如果练到很精炼的时候，你会知道更重要的是前面那一手创造那个曲。谢谢。就是说，除了防守掉他以后，然后控制他的身体，利用那个接触的机会反转，控制他的，然后把他拉过来。拉过来第一个目的是缩短距离。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，就是把他的防御系统拉松。比如说我这样拉你的时候，我这样拉你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地方？对，直接刺激到你的颈。你会有个很短暂的失控，就断片，就说你不自觉的那段空白的，那段空白对攻击你来讲，是非常有效。第一个，你那个时间看不到我的手，就瞬间看不到手，还有你的气，你的附身气。一般我们打你几拳，你都可以撑得住，散掉，把你放掉。所以等于说，想想看，就是说，一个防守动作，我把你防住了，防住了，然后刚刚讲是拉过来，对，同时把你带松了，对，然后我这个顺手过去的，就完成了我们形意拳常常用起转落翻，起转落翻的动作。然后说，那这样的概念来讲的话，你想想看。我们有几层的目的？我从我自己身体的一个
攻击防守的整合，变成1.5个动作而已，然后再来是缩短你我的距离，变本来是0.5，再把你拉过来变0.25，对，然后又把你的防御系统破坏掉，你的护身器把你松懈掉，然后我就顺手再过去。还有那个对撞，对你刚刚讲对撞这个最重要，在完全没有防备状态下，让他的气松掉的时候，这时候打进去，那个作用力是比较有效，那破坏性是达到100%，好，那尤其我们形意拳打的又是穿透镜，穿透镜就是不是打到为止，要打穿，穿透他的身体，你用贯穿，那这个力量才能够在这个身体内部产生作用，能够破坏他的内气，然后甚至伤害他的内脏器官，那这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一门就是说洪义祥一路这样研究传承，那给我们留下来这个珍贵资产，这就是有关我们在书中谈到心念的速度，这个章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精神，模糊的降低，对，那在中文版、英文版都有提到这一段。